一命二运三风水，风水好坏和你大有关系。欢迎大家来到今天的小酱汁命理讲堂。今天呢，小编主要给大家讲讲男人克妻的相学特征有哪些。生活中呢，每一个女人都希望能找一个好丈夫。之前呢，小编也给大家讲过好老公的相学特征。有朋友留言却说，这种面相的男人实在是太少了。难道没有这些相学特征的男人就不是好丈夫吗？其实并不是的，但如果一个人有以下这些相学特征的话，小编建议呢，女性朋友们一定要擦亮眼睛，这种男人可能会克妻。那具体克妻的男人有哪些特征呢？小编今天呢，就从手相、面相、志相三个角度为大家分析讲解。一、男人克妻的手相特征。一、男人手掌婚姻线太短。男人的婚姻线太短，则表示他不适合结婚，有可能会祸害女方，使对方感受不到婚姻的气氛。一对夫妻不能结长久的缘分，只能给彼此带来困扰，那还不如分开，各自天涯。否则勉强捆绑妻子，只是耽误他罢了。二、男人手掌出现反抗纹。男人手掌婚姻线靠近小拇指那边，如果出现横纹，即为反抗纹，这是一条干扰纹。在婚姻中呢，起到反逆作用。一段婚姻能否幸福美满，不仅是两个人互相包容，更多的是少些磨难。如果婚姻总是大小摩擦不断，那么在一起也只是苦了对方。男人手掌上的反抗纹不仅影响自身的运势，还会使得妻子出现情绪失控，对婚姻充满恐惧失望。三、男人断掌。男人断掌在事业上呢是有一番见地的，运筹帷幄的手段令人折服。虽然他们事业有成，但婚姻却差强人意。断掌的男人一般很难拥有一段美好的婚姻，即便有了爱人，最后也会因为男人强势的性格迫使女方离开，又或者在一起以后吵架使家常便饭，甚至大打出手。大多吃亏的是女人，久而久之，妻子不堪忍受折磨，两人分道扬镳。四、男人手掌生命线出现断裂。人的生命呢是最宝贵的，男人手掌生命线出现断纹，那么身体肯定出现问题，甚至是难以治愈的大病，苦了妻子操劳一生。如果男人两只手的生命线都出现断裂，那么一定是克妻命，除非妻子命更硬，否则娶一个克一个，妻子非死即伤。建议此类男性婚配时呢，尽量选择与自己命格相符的女子，否则还不如不结婚，免得克死对方。二、男人克妻的面相特征。一、鱼尾纹身。鱼尾纹在眼尾，皱纹延长，鱼尾纹面部称作奸门。奸门即夫妻宫，也就是这里是夫妻婚姻的宫位。如果男人鱼尾纹深刻，或者鱼尾有乱纹的男子，深刻的鱼尾纹与乱纹入侵夫妻宫，导致男子克妻。二、颧骨生风。颧骨高凸耸立的女人克夫，同理，男人如果颧骨耸立，则也有克妻之势，只是比女人克夫要轻微。一般高颧骨的男人对妻子要求严格，女人容易有疾病或者外伤。三、奸门深陷，鱼尾干枯。奸门部位深陷，奸门低洼，这样的面相特征不论男女均刑克配偶，二婚居多，夫妻难以白头偕老。鱼尾纹干枯指的是鱼尾纹深刻而长，这些呢都属于克妻的男人面相。四、马眼皮。所谓的马眼皮就是眼球向外凸起，就像金鱼的眼睛一样，眼皮大而外凸，这是肝气盛大，金不能克木的女人，会因为性格过于亢盛，男人无法驾驭，妻夺夫权而克夫。同理，如果男人跟眼球外凸，对于女人过于霸道，性格残忍，会导致女人身体健康有损。五、奸门有瑕。奸门有恶痣、暗斑、色暗，或者奸门有纵纹，这些都是严重的克妻克夫的面相。奸门宜光平光洁，没有瑕疵。六、阳刃破家纹。男人的颧骨为肺气灌注，如果颧骨生有纵纹，穿过克破的，这是妻子强势，男人没落的面相。男女异位，必然妻克夫，夫克妻。七、孤峰独耸，四尾低垂。孤峰独耸就是脸盘狭小的锥子脸，唯有鼻子高高大大的挂在脸上，高大的鼻子兀立在脸上，这样的男人有己无人，一生注定孤独的面相。八、中月有气，两眉双分入鬓。
中越及鼻子与颧骨，男人鼻梁高起，颧骨微微隆起，这是能够收放自如的人。但如果两眉太开，眉尾常常靠近鬓角的，这是性格优柔寡断、纵刻三七不止的男人。9. 山根折断，山根位于两眼中间的鼻梁部分，所说的山根折断指的是山根有横纹。如果山根有横纹者，无论清晰与否，不论男女均可配偶。10. 眉弓三角，眉头长蹙，不哭常泪。眉尾下垂的男人偏于好色而克妻，其性格多阴柔，做事隐忍。因其眉头长蹙，其内心性格多悲，偏于女性而克妻，不哭雷长。就是两眼水汪汪的男人，其人肝气虚，不能驾驭女儿，所以多有离异。11. 人中见乙邪，女子人中偏狭窄的必定损子，男子人中如果一条线而偏斜，这是注定克妻损子的男人。夫妻聚少离多，男人性功能障碍。12. 泪堂深又广，泪堂及下眼袋的部位，这里代表着婚姻家庭。如果泪堂有井字纹者克子，但泪堂深陷，干瘪无肉，这是家庭不安的面相，必克女主人。13. 华盖骨重，华盖骨即腮骨，如果男人腮骨过大宽大，而向脸庞两端鼓起，这就是民间所说的反骨。有反骨的人，无论事业和婚姻均会反，做人多报复，做夫妻多猜忌，夫妻关系不睦，难以到头。3. 男人克妻的志向特征。1. 颧骨附近有痣，颧骨主权是权力的象征。男人如果颧骨比较高的话，则控制欲和占有欲一般都会特别的强。如果颧骨附近有痣的话，这种人大多性格比较孤傲，也比较霸道。所以说呢，这种人大多做事喜欢独来独往，不喜欢也不适合与人合伙做事业，即使对妻子也是同样。喜欢霸道的强行插手和干预对方的事业和生活，最招小人。命中克妻呢比较严重，同时还克妻子的事业，克其财运。2. 嘴角上方有痣，嘴角上方有痣的人惰性一般比较大，大多沦为好吃懒做之流。这种男人呢一般胸大无志，做事也不喜欢动脑筋，整天呢就想着一些投机倒把的事情。对于他们来说，生命就是一场赌博，所以这种人呢赌性都比较大，为人比较贪心，容易养成好赌成性的坏毛病，导致钱不留存，容易散财。跟着这样的男人呀，只有受苦受累的命。3. 睛明穴位置有痣，睛明穴位于眼角稍上方的凹陷处，睛明穴连接人体膀胱经，晴朗在相学中为人名门之所在。如果睛明穴位置有痣的话，这种人呢大多不适合投资，自己的思绪呢容易受到其他人和环境的影响，导致在理财方面呢比较冲动，容易产生误判，致使钱财外流，让一家人呀都跟着受苦。4. 面部有三角痣，三角痣呢是指在面部的某个部位临近地方有3颗痣，大小均算，而这3颗痣呢又呈三角形之势分布。这种人呢大多性格比较怪癖，生性比较多疑，性格多变，让人捉摸不透，有种无法靠近的感觉。这种人性格也比较暴躁，不懂得控制自己的情绪，容易有精神分裂的倾向，克妻严重。5. 眉眼和眉尾有痣，眉眼之间的外侧为太阳穴位置，相学中呢又称作夫妻宫。如果眉眼外侧有痣的话，就会形成质压夫妻宫的情况产生。夫妻宫顾名思义主一个人的婚姻和感情运势，如果眉眼之外有痣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财运不好，会限制妻子的事业，婚姻容易出现第三者，导致婚姻不稳定，离婚几率比较高。6. 右眼角下方有痣，眼睛下方为泪堂，又称子女宫。如果右眼下方有痣的话，这种男人大多会妨碍子女运势，易对父母不孝，为人脾气比较急躁，对待妻子和父母缺乏耐心，体内暗藏着暴力因子。这种男人呢，最克妻克子，还有家庭暴力的倾向，一定要远离。7. 肩门有痣的男人命中克妻。从面相来看，左边肩门有痣的男人对配偶不利，命中克妻。妻子易身体健康不佳或意外死亡。如果痣生右边肩门，则表示婚姻不美，夫妻感情失和或本身有外遇。8. 山根上长有黑痣的男人克妻。
如果男人两眼之间鼻梁上有痣，表示会影响妻子的命运，特别是身体。如果女人有，则指要忌水，不宜做水上活动，易有凶险。山根呢，就是夫妻座，代表夫妻情分。如果这里有乱纹、横纹、恶痣、塌陷、起结、晦暗、尖耸、孤陋，则夫妻呢一定会有生离死别之苦。以上呢就是男人克妻的相学特征。女人在挑选配偶时呢一定要谨慎，但也并不是说有这种相学特征的人呢就一定不能嫁。最主要的还是要看他平时的行为表现、对你的态度以及两人相处是否融洽等等。最后希望呢每个女人都能找到适合自己的如意郎君。生活中呀，总是有人在抱怨，为什么别人就能衣食无忧，自己却得为解决温饱问题而发愁？其实从命理角度来分析，这与一个人的生辰八字、相学特征以及居家环境等各方面因素都有关系。但想要了解的话，最简单的方法呢，就是观察一个人的相学特征。那具体怎么看呢？小编根据以往的看相经验，为大家总结了一些关于穷人和富人的相学特征，大家可以对照看一下自己属于哪一种。穷人的相学特征：手掌骨瘦如柴。如果一个人的手相中手掌的肉很绵软，整个手掌色泽红润，那么此人呢一定是个富贵之人，这辈子注定财运亨通。相反呢，如果手相中手掌毫无肉感，整个手掌都如干柴一般坚硬，这样的手相呢说明财运不佳，福气不好，注定贫穷。无名指太短。无名指表示一个人青少年时期的运势吉凶，也侧面的反映了家境好坏。根据手相学的说法，如果无名指非常的长，有肉，而且肤色红润，说明家境很好，从小受过优良的教育，父母给予过很大的帮助，在往后的人生里呢，也可以过得富贵安逸。如果无名指特别短，不超过食指第一节的位置，说明早年运势不佳，家庭条件很差，求财道路呢十分坎坷，命中的财运呢相当不好，注定贫穷一辈子。手指间的缝隙很大。有些人手指与手指之间的距离很近，两个手指贴合完全没有缝隙，代表财运很好，可以把握住所有的财富。如果手指缝隙很大，5个手指无法合拢，即使合拢呢，也存在着很大的空隙，说明理财能力欠佳。生活中呀，花钱如流水，有多少就花多少，没有任何的理财概念，注定一辈子都只能是一个穷人。手上财运线弯曲。贫穷还是富有，财运线呢都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。若是财运线伸长清晰，说明财运很好，理财能力强，善于抓住每一个赚钱的机会，可以成为一个有钱人。如果财运弯曲很浅，说明财运不好，也没有什么理财能力，求财之路呢异常崎岖，这一生都只能是个穷人。鼻子肉薄。鼻头为拥有财富，鼻准又为财帛库，鼻翼厚赚钱留得住，鼻翼薄钱财留不住。如果鼻孔侧漏，鼻翼短小，则万贯家财也会付之东流。耳朵薄而露骨。在相学上呢，耳朵薄又称为穷相，这类人性格较为冲动，缺乏协调性，而且呢挥霍无度，一生呢也很欠财运。还有耳朵轮廓漂亮但又太薄的人，会赚钱，但很容易花光，存不住钱。眼睛无神韵。首先，眼为心之苗，能不能突破贫苦关键，还在于眼睛。通常没有神韵的眼睛呢，也是没有扭转乾坤的智慧的。其次呢，医学专家认为，大凡眼睛无神者，均是患癌症的征兆。鼻梁低。鼻梁呢代表意志力与抱负，鼻梁低的人呢一般很容易服输或者放弃，鼻梁高的则相反。鼻梁低的女人也是有帮夫运的，但如果鼻梁不能太低，也不能太扁。如果女人的鼻梁太低太扁，那么这个女人嫁的肯定是不好的，婚姻也不会很幸福。山根低陷或有横纹。在面相学上来说，山根有横纹是不好的相。山根有横纹的人，工作能力得不到有效的发挥，晋升道路不平顺。山根如果低陷而又长有乱纹的人，没有自信，很容易灰心，失败了呀，不容易爬起来。日月角过窄。
额头日月角是父母运，主祖先运也，也就是说拼爹拼不过人家，做什么事情要完全靠自己。11. 下巴过尖。从中国传统命理学来看，下巴尖是由于个体的运势造成的。这种脸型呢，下巴尖翘瘦小，附带2个乙骨收缩，而乙骨呢代表晚年的田宅，也就是晚年家中的资产。两仪消薄通常预示着晚年孤单凄凉，家业不聚。12. 牙齿稀疏而黄牙齿尖尖，面相破财。牙齿呢，在面相学中呢，是被认为保护运气的一道壁垒，有防止运气外散和阻止晦气的作用。假如牙齿呈现出稀疏、暗黄和尖薄的情况，象征着这一类朋友财运上出现一定的损耗。这种散财损耗呢，主要表现在身体健康、工作方面。首先，在身体健康方面，这类朋友呢，很容易受到疾病和一些意外情况的困扰，从而有所破财。其次呢，是在事业方面，这类朋友在工作时往往有困阻事件发生，因而不能很顺利地完成既定的目标，往往在财运上呢也有所损耗。13. 眉尾发散，眉头焦，面相破财。眉尾代表了理智，眉毛的末端发散或者眉头有相交的情况，往往会是在财运上有一定的破损。有这种面相的人呢，在赚钱的过程中，容易由于吃不了苦或者没有耐性，情绪急躁，使工作不能有始有终，因此呢，在财运上也会有所显现。2. 富人的相学特征。1. 手掌心有痣，手掌上的痣大多属于吉痣。如果痣长在手掌心的位置，那么非富则贵，就好像把财库牢牢地抓在手里，不会因为其他事情而失去。有此手相的人，天才就是抓钱手，只要他们用心钻研，条条都是赚钱的好思路，钱财越来越多，财库越来越充盈，简直羡煞旁人。2. 手上有财富纹。位于大拇指第2关节位置上的横纹就是财富纹，此处纹路越多，代表积攒的财富越多，也说明将来会越来越富裕。而他们发家致富的秘诀就是勤俭节约，虽然不及有些人富贵险中求或者一夜暴富，但却是最保险、最稳妥的致富方式，不必担心哪天财库又一夜回到解放前。3. 手上有星星纹。小拇指的下方水星丘位置出现的像星星一样形状的纹线就是星星纹，这可是有财气的手相之一，说明呢将有可能得到一笔横财或者意外之财，又或者是子女的财运比较好，可以享子女之福。4. 手上有钱财纹。钱财纹和财富纹还是有区别的，在无名指和小指中间下面的斜线就是钱财纹，钱财纹越多的财运就越好，有的人得到工作奖金、意外小奖、公司分红等，手上都会有这样的钱财纹，只是不多。而钱财纹很多的人就不得了了，必定富甲一方，要么就是公司老总，要么就是天降大奖，一辈子衣食无忧。5. 手上有贵人纹。贵人纹是大拇指与生命线之间出现的一条平行于生命线的纹线，手上有贵人纹的人，事业上比较有亲和感，人缘好，经常会有贵人支持和帮助，事业有声有色，能在他人帮助下赚到丰厚的报酬。6. 手上有理财纹。感情线上方平行的一条横纹呢，就是理财纹。有时候光会赚钱不一定能成为有钱人，还要懂得理财，把钱财牢牢地把握住才是最重要的。手上有理财纹的人呢，大多都是公司的财务人员或者银行职员，善于帮别人理财，自然也懂得为自己做好理财规划，因此不会缺钱用。7. 下巴圆厚。地格是指的一个人的下巴，地格代表着承载，下巴圆厚的人，也就是说能够收纳很多东西，比如说钱财或者福气等。这样的人挣来了钱能够存得住，不轻易被花掉，这样的人呢才能被称为有钱人。因此这种人生活安逸，晚年运势极佳，能够颐养纳福。俗话说天庭饱满，地格方圆，来形容一个人的面相如何之好。8. 天仓饱满。天仓饱满的人不仅有着非常稳定的经济基础，而且还会十分的理财。太阳穴在相中称为天仓，最重要的是要丰厚而平满。若太阳穴饱满的话，在生理和心理方面大多较为成熟，处事稳重，大多能够积聚金钱。因天仓就是存财的意思，代表经济环境比较理想。
9. 耳后且耳垂大。耳后且耳垂大在面相中，耳朵、鼻子跟财运有关，耳朵要肉厚、肉硬、有弹性。颜色比脸部的皮肤白，耳垂大，垂珠朝向嘴角，鼻子的长度大约占脸长的1/3，鼻子大，鼻头圆，鼻翼肉厚丰满，向外扩张，鼻头有红痣，但是鼻孔外掀的朝天鼻都有着不错的偏财运。10. 鹅蛋脸，眼睛黑而圆。以脸型来说呢，虽然是鹅蛋脸的人具有美人胚子、桃花女的条件，再来就是有圆圆的眼睛、黑亮的眼瞳，有着温柔似笑的眼神。眉毛细细弯弯的新月状，上下唇厚度相同，略微上扬的嘴角，仰月般或者菱角形的嘴，下巴稍长，身长比例匀称的女生都具有吸引人的魅力。另外，在无名指的下方，大拇指靠近手腕根部的隆起部位发达的话，你也是有很好的社交能力，能够自在的和男性相处，是个很有女性魅力的人。11. 四方口或常年唇红。像书友说嘴大十四方，很多人以为嘴巴大就是嘴巴超大，其实不全是。另外一个意思是说这个人是四方口，四方口就是类似一个拉长了的四字，和一字口是相反的，或是嘴唇不论哪个年纪都保持唇红的状态。每逢这两种也是具备了发富成为富翁的条件，也是非常有道理的。12. 鼻子挺直有肉。男人的鼻子代表了获取钱财与女人的能力，如果鼻管有力而直的话，追求财运的能力就会很好，而鼻头有肉的代表物质生活丰富，一生具有享受力。鼻子除了能够代表自我和事业外，还能代表一个人的财运怎样。假如你的男人鼻子挺直有肉，则说明此人财运比较旺，生活富裕，衣食无忧，还具备自行创业投资的能力。反之，假如一个人的鼻子低陷无肉，或者有疤痕、恶痣，则说明此人财运不旺，事业上呢也会变得不顺利。根据小编所讲的内容，快结合你的相学特征看看吧。当然，相学算命只是为我们的运势好坏提供一个参照，具体的呢还是需要结合自身的努力以及其他命理情况来看的。女生男相多劳苦，男生女相必富贵，是真的吗？生活中呢，我们常常会发现有些女生的声音比较粗犷，还长有一些小胡须，可是有的男生呢却长得眉清目秀，脸型呢也比较可爱。其实这就是命理学中常说的女生男相和男生女相。俗话说呢，女生男相一生劳苦，男生女相一生富贵。有很多朋友呢都问小编说，这是真的吗？女生男相真的比较劳苦吗？为此小编特意为大家总结了一些这方面的内容，大家可以了解一下。1. 女生男相的相学特征。女生男相呢主要是从形貌气质上的表达。女人呢一般阴柔美丽，假如长得给人一种阳刚挺拔的感觉，或是具备男子一般的容貌特征，例如额头高广，眉毛粗浓，须毛长而粗，生有喉结，声音粗犷等。接下来小编就为大家具体说明。1. 鼻子较大，而且鼻翼丰满。鼻子呢是面相中的财帛宫，所以鼻子外形如果丰满圆润的话，就说明其财运非常的出色。但是大鼻子只适合出现在男性脸上，如果出现在女性面部之上的话，则会体现出其人过强的控制欲望，同时呢也能够展现出其人自主性较强，无法听从他人的意见。2. 浓眉大眼。放在男性脸上的话，浓眉大眼是典型的阳光男孩，但如果放在女性脸上，则会体现出其人性格粗鲁、粗枝大叶，而且内心不够细腻的特点。这类女性呢，丝毫不在意与他人勾肩搭背、谈天说地，而且性格呢比较的霸道。3. 宽广的额头。在女生男相的面相算命当中呢，额头能够体现出一个人在事业上的发展前景。如果额头宽广且光滑的话，就说明其人事业运势极佳，很容易获得成功。4. 权高有肉。相学上有云，权高有肉，有权有势。无论男或女，这类特征的人呢，拥有高人一等的权力和职位。不过对于女生而言，若太过超于男生，会与人不够温柔的感觉，令异性不敢接近，最后唯有埋首工作。5. 须毛长而粗。女生长有胡须，毛手毛脚，毛又粗长，这是男儿相之一。除了有碍观瞻外，在相学上呢，更认为这类女人脾气暴躁，甚至会吓怕别人。人缘硬直属一般，这一免难免影响爱情运。
化解方法：可把身上的长须毛剃干净。6. 颈有喉结。受到荷尔蒙分泌影响失调，有些女子可能会出现喉核突出的不正常症状，虽然对身体没有直接的伤害，但就构成了阻发发达的机会。这样女子存有克夫的相格，实在不宜早婚。7. 女生男生。女生男生呢，是指音容秀丽的女性有个公鸭嗓，一般容貌越是秀丽，则感情越不顺利。女性周迅就是典型的外表。从面相学来说，周迅最大的特点就是有副男生的嗓子，所以难怪多年感情不顺，坎坷多变，被网友们称为爱情的战斗机。无论是京城四少王朔还是李亚鹏，周迅的恋情一直都被外界所关注，已经经历第9场爱情战役了。2. 男生女相的相学特征。男生女相的人一般都长得比较魅惑，但绝对不是人们所说的人妖，而是指皮肤白皙、身材瘦小、眼睛妖媚、声线柔细等特征，通常让人难辨雌雄。那么男生女相具体有哪些特征呢？ 1. 声音。若男生的声音接近女生的话，那就可能不太招人喜欢，他们给人的感觉就是有点娘娘的，让人一听呢就不想做朋友。在面相学上，男生若是长得太像女生的话，说明这个人的命运不怎么好，尤其是对于家庭来说十分的不利。2. 眉毛。眉毛是我们一眼可以看到的部位，若男生的眉毛像月牙似的，就会给人一种秀气的感觉，但印象中男生的眉毛应该是浓密而黑的。男生若是弯月眉的话，那就说明这个男生在学习和工作上都十分的认真小心，不会从事什么大事业，在事业上没有什么作为。3. 手型纤细。手型纤细呢，一般都是用来形容女孩子的。印象中男人的手大多都应该皮硬黝黑的，若男生有这种手相的话，那都是比较有想法的，做事情呢很有主见，但也有些固执，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意见，因此常与人发生分歧，不怎么得到同性的喜欢。4. 面部胡子少。胡子代表一个男生是否成熟，到了一定时期，男生都会长出胡须，以此来彰显自己的男人魅力。但是男生女相的男孩子胡子都很少，男性特征不明显，这种人呢一生的命运就会比较坎坷，会遇到许多困难的事情，在事业上呢也总是遇到波折，就算家庭条件再好，也会有敛财的表现。这个大家可以看看开国伟人毛泽东主席的面相，他的脸上呢基本没有胡须。5. 嘴巴。这种面相的男人嘴巴薄而小，常给人一种薄情寡义的感觉，在女生心中呢都不喜欢这种男孩。从面相学上，有此特征的男生一生是非很多，不确定是否薄情，但是一生呢都特别的辛苦，一直到了中晚年才会稍微好一点。6. 女生脸型。如果面容有女生相貌，则较为有利，人生居易较多，适宜外出离家发展，有人际关系的助力。这个呢，大家从00后明星王俊凯的面相就能看得出，他的脸型属于鹅蛋脸，与日本女明星广卫凉子长得十分的相似。7. 动作女性化。这种特征的男生呢，一般都不容易受到女生的喜欢，他们举手投足间呢就像女生般，通常都是身体方面不太好，有着女性的娇柔，性格方面呢也会比较像女孩，多愁善感。3. 女生男相多劳苦，男生女相必富贵，是真的吗？从字面上意思呢看，这句话不过否认过于绝对，也因此总让人忍不住反驳。不过古人擅长用夸张等比兴的手法来加重语气或者烘托意境，在古代文人墨客的诗作中呢尤为常见，所以这句话呢应该说的是，男子的相貌如果偏向于女性的话，大多都是富贵命。相反，女子男面相偏向于男性的话，则大多都是劳碌命。如今看来呢，这句话显得有些荒谬了。但是在古代的相学盛行，这句话还是有很多人深信不疑的。所谓的男生女相，关键就在于相字，相貌就是外在的面貌，所以强调的是面貌，也就是形，而不是神。古代有名的相士，我们总会想起袁天罡等。其实历史中呢，最负盛名的要数北宋的陈传。
一本麻衣神相影响深远，其中关于刑局和神局的描述可谓是引人入胜，而男生女相所说的便是神局，依旧属男性，只是刑局女性化，说白了就是长相像女子，但言谈举止、行事作风依旧阳刚正气。而人们常说的妖男不仅外形女性化，其神态更是让人不忍直视。所以这一类和文中所说的男生女相是截然不同的两个范畴，而此处的相，古人更多的是在强调面相，而生、眉、手、胡须和嘴唇如果也像女子的话，古人大多视为命运多舛，尤其是举手投足也呈女性倾向的话，在古人看来就是健康不佳、内里虚弱、性格柔弱的表现。唯独拥有女生的面容则最为有利，人生机遇相对增多，适合外出发展，因为这样的面相呢更容易获得人际关系的相助。而女生男相则刚好相反，这和古代男性的窈窕淑女审美关密不可分。这里还是强调刑局偏向于男性，而不是神局，也就是说，女子还是个那么温柔的女子，只是长得像男人。但是在古人的审美环境下，这种面相显然是很不受待见的。还有一种说法呢，就是相由心生，古人认为这类女子大多不服输，有冲劲儿，而这就和男性有些相冲了。所以古人认为这样的女子容易克夫，两个都强必有一伤。最重要的还是古人觉得这类女子会抗公婆、不守孝道，甚至会打丈夫等等。当然呢，其实这已经偏离相书上的女生男相的范畴了，属于神似男性的情况。不过古人还是认为这种性格出现在女性身上往往也不是好事。古人强调阴阳调和，各行其道，如果男女都呈现阳的话，必然起争端，难得安宁。这就是古人关于上两句俗语的看法。民间文化中的类似的体现还有很多，虽然带有浓厚的封建色彩，但是能够流传日久，长久被人们所接受并且传颂。除了社会环境的影响外呢，其本身也具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。而从现实角度出发，现在呢，不论是女生男相还是男生女相，只要与你的命理相配合，运势都不会太差。而一个人的运势好坏，关键还在于自身的努力。希望大家呢不要太过于迷信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，希望大家能够喜欢，记得给小编点点关注和小铃铛，小编会继续给大家分享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。我们下期再见。